再加上这个稀里糊涂的说明书啊，我第一次上手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迷惑。来吧，新玩具，今天我们来玩招财猫出品的这一款电影外传小比例的大黄蜂。盒子外包装非常的小巧迷你，一点点。纸品方面，一份电脑建模图的说明书，但是招财猫的说明书一如既往的没有什么参考意义。它所有的图其实都是电脑的建模，然后把需要变形的位置高亮处理，但是仔细看，没有任何一个转向的指示箭头，也就是说，它告诉你这块需要变形，但是怎么变，它不告诉你。所以，哎呀。它中间有非常多需要干涉的地方，也就是说这个顺序是完全错误的，也就是在脑海中设计师自己明白怎么去变形，但玩家第一次上手照着这个说明书去变形的话是非常纠结的。所以我真的建议招财猫啊，花点钱雇一个专业做说明书的吧。之前大兽神就让人迷的啊，现在这个更迷糊。配件内容还算丰富啊，两个不同造型的臂刃，替换的手炮。两个张开的造型手，替换战斗面具的头雕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玩具的实物吧，尺寸非常极限迷你的一个大黄蜂，但电影的一些元素和造型处理的倒是还不错了，身上的一些涂装细节点缀的都还可以，背包倒是也在完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，而且腿肚子后边竟然堵得还不错啊，不会有空洞，甚至一些累赘的东西出现。玩具人形的实际身高差不多在7公分左右吧，旁边就算摆上一个小号手的大黄蜂，也感觉像是一个巨人的存在。但还别说，就算这么小的尺寸，头雕的造型刻画竟然也还可以啊。肩膀上的面板细节雕刻也还不错，胸口的车灯和保险杠涂装也用银色勾了边儿，但这是一个假胸啊。腹部的造型纹理刻画也还可以。腋下这里零件层次堆叠的很多，倒也不会显得很空。背包用车窗变成的两个小翅膀，元素倒是也对啊，包括轮子放在了肩膀后面。但因为是一个特别小的比例，板件的厚度稍微多一层，就会显得背包有一些厚。不过对于大黄蜂这个角色来说，这个背包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。大腿上有分色的涂装刻画，小腿的细节在腿肚子上边也有不错的纹理，后面看和腿内侧其实露怯的地方并不多，脚丫子的刻画也很漂亮，轮子变形在了脚底，更换战斗头雕只需要拔出来桩子即可，插上。它是头部连着一个球冠的桩子啊，插拔还是挺方便的。臂炮通过卡扣的扣合，同时这里也可以扣合不同造型的臂刺，以及球冠造型的张开手型。在这么一款迷你比例的玩具上，可动做的竟然还是不错的。首先头部，如果你觉得脖子太靠里，这样不好看啊，可以稍微的往出拔一点点，低下头去，这样人就会显得精神很多。点头抬头360度旋转没有问题。肩膀是双球形关节，所以活动的范围会非常的大，可以任意的调整，包括平举也能举到很高的幅度。因为变形结构的需要，肩膀这里甚至可以前后作为蝴蝶关节。360度旋转球形，二头肌左右可以旋转360。胳膊肘做了球加轴的双关节处理，所以共同叠起来可以完全贴合180度。手腕球形关节，拳头可以旋转。腰部左右有一定的活动范围，但是因为造型零件的关系，无法做到90度扭腰，差不多可以扭到45度左右吧。胯部球形关节，前踢、后踢完全不干涉，而且幅度很大。侧踢稍微让开一点，零件的造型也能踢到90度。大腿并没有左右旋转，但是根据球碗的开口方向可以稍微调整。膝盖的关节藏在这里边啊，如果你不折出来它呢，折到90度是没有问题的，拖开一点点，举到135度没有问题。脚踝球关接地的范围也很大。总的来说，别看它小啊，身上的可动关节还是非常多的，摆造型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。那我们也是进入它的变形过程，千万别照着说明书来啊，照着我的来就行了。
首先第一步，说明书让你转脑袋的时候，你就别转了，脑袋先抬起来，尽量往上拔一点点，腾开更多的空间。肚兜先给它抠开，然后把2个假的车灯旋转90度，胳膊稍微的往起来抬一下这个双关节。翻到侧面来看，肚子中间这里卷着一个大大的车顶盖，我们把这里边的旋转关节全部摊开。前方的第一节这里要旋转180度，放过来。根部的这一块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这里也旋转180，贴到这里。然后看脖子后边还有一个球形关节，把这里再转180，提起来啊，贴好了角度再转，那车顶这一块就有了。接着这回你再把脑袋旋转180度贴到后面去，肩膀变成这个样子，把肩关节的这个拐弯的杆儿往上提一下，然后通过这个球往前拧90度。这一块并不太好旋转过来，而且新玩具嘛会特别的紧，稍微的揉着点力。好的，变到位是现在的样子。这个根部的轴非常不好调整，需要有一点的耐心，把它完全并合过来，2个肩膀连在一起。接着旋转一下这个关节，让轴冲前，然后再折叠手腕的开口球腕，进行一个 Z 字贴合。2个胳膊都变成这样的 Z 字，车顶就可以贴过来了。把拳头放在这2个凹槽处备用。腿部的变形，先把膝盖关节拉开，然后腿肚子的2片零件先打开，旋转180度，另外的一面也打开它，拧180。然后整体下方 Z 字折叠2个关节把它提正。脚丫子的变形有点绕，但是很巧妙。首先看脚后跟这里有一个开口的球腕，我们把它向上折叠，折叠到一定幅度不干涉的时候旋转180度，接着再往开抠一点点，前方这里的机盖打开，从这个轴旋转到这面来，车头这一块就拼好了。接着一个 Z 字搓动，把脚尖儿抱住这个转轴就好了。翻转过来，小腿肚子刚才我们解放开的车门立起来90度，贴好。注意这里边的一个扣子和车轮这边的挂钩进行结合，这里就要调整脚踝这里边的3段关节轴了。这个地方挺难调的，因为轴动的太多了。我们尽量先把这个扣子搭上，然后通过这个球形关节和轴来回的搓动这脚丫子。在调整的过程中，尽量让这些缝隙对齐。而且从这里看，这个卡扣挂上去了，主要就是调整这个轴和脚踝的球关，让它进行一个这样的运作，去挂住这个扣子。所以这2条腿变形密合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脚踝，它不是折下去了，而是向内斜着一点的角度，然后让脚底的这个银色的边儿和轮胎平行，这个挂钩同时挂住。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几点的话，你的车头密合才会更加的严实。2条腿全部变完，保险杠上的扣子夹在一起。腿部变形完成后，我们再来处理这个背包。首先根部这里也有一个拐弯的双关节，我们顺着这个开口挪一点点方向，把它别过去。别过来之后，注意这里左右对插的扣子，先把车顶和后车窗这里结合固定起来。车顶这2块锁扣完全结合住之后，后轮的位置根据这个球腕再旋转到外侧，后保险杠先往外多翘一点点。最后盖盖我们进行上下的密合，手放好，肚兜放好，腿顺过来。现在是炸散的状态啊，这个就需要更耐心的去调整它了。注意是前车窗、车顶的夹扣、保险杠的夹扣，2个机盖密合起来，插到中间的缝隙里去。后轮的位置其实和大腿上面还有一个插口，
对齐这里边所有的卡扣，开始调整，尽量先把后轮这里锁上，然后车窗顶盖锁上。扣住保险杠夹合。如果你在之前的变形过程中脚踝处理像我这样折到位了的话，车头这一块的密合压力就不大了，而且对起来还是挺准的。最后还有一步小细节，车门上边有一个细小的挡泥，我们旋转到位，滑道推过来。哎呀，挺费劲的一个过程啊，主要也是最后在密合卡扣和缝隙上边费了一番心思。这辆小车从前面看啊，密合的还不错，侧面看也还行，但这里会露着2个球冠，车顶这里会暴露2个轴，屁股后方这里2个拐弯的球腕关节，以及这个来回滑动的腰部旋转轴。这些车型上暴露出来的不完整地方啊，也是没办法了，毕竟它这个尺寸太小了。变成甲壳虫以后，车长其实还不足6厘米。所以摆在你的掌心里边是非常迷你的一个感觉。具体车型尺寸有多大，我们也是放一个合金小车来比较一下，基本上算是同比例吧。而且变形到位的话，推车滚动的手感也可以啊。那总的来说吧，超级迷你的尺寸非常的精致，放在那里看小巧玲珑，而且人形和车型都能保证一个还不错的程度。人形的可动性非常好，变形结构也算是有乐趣，但在操作的过程中是相当困难的。第一个，零件太小，导致了你用指尖去发力，而且你尽量得留着点指甲去抠它。第二个，也是因为零件尺寸过小的关系，它很多设计使用了球形关节里外面切换，这样就导致你在变形过程中啊，操作起来干涉的问题有点严重，还是需要借一点角度把这个球形关节的开口掰过来的话，那对变形的手法还是需要一些经验的。再加上这个稀里糊涂的说明书啊，我第一次上手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迷糊啊，但总结一些经验，再加上对于结构你理解了之后，这款变形还是挺有趣的。塑料的材质非常不错，摸起来的手感很好，而且在变形的过程中你也能感觉到，即使说这个东西很小，板件的厚度还是有的，用料给的挺足。而且大部分是球形关节嘛，掰脱了以后装上就行。但不好的地方是因为球形关节太多了，所以球和球碗对玩具整体的一个美型度，尤其车型状态下显得有一些累赘。而且球形关节玩多了之后啊，总担心会掉沫沫。其他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吧，毕竟这么点的一个尺寸，2个形态也能兼顾个778。那么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这一款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言论。那么得嘞，今天咱们这款就先玩到这儿吧。